长沙3000年城址不变，城名不更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湖湘文化。新旧交融的街巷又聚来了市井气息，看似矛盾，却又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空间。那是一种厚重中不失潮流朝气，繁华中不失平民烟火，世俗中不失文艺腔调的复杂魅力。蛋哥，郭老师把你交给我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难道这就是线索？老板，你有鸡蛋吗？有，我带你去吃吃。好豪爽。我是北京电商啊，可以有按照位置啊。28号加个金鸡蛋啊！长沙的堂客们一般都是声音比较大，这么我万一。哇，这盘菜一端上来，这是扑面而来的那种锅气感，好香！而且你们看，是不是特别有光泽？你敢想象一盘鸡蛋，第一次让我有了想配米饭的冲动。一颗普通的鸡蛋在湘菜厨师手中，经过煎炸和爆炒，表皮焦脆，里层稚嫩。结合辣椒的味道，不仅治好了很多人不爱吃鸡蛋的顽疾，甚至摇身一变成了下饭王炸。那一天那要煮100多个嘞，你不限量，那煮起来那就不要做别的菜了，那就搞了这个菜就差不多了。我先替你们尝一口。这口感也太丰富了吧！就是先外皮是那种又焦又酥又脆的，然后里边是那种又软又嫩，满满的一层辣椒，而且入口是又麻又辣。感觉我吃的都已经不像是鸡蛋了，像是尝了一个什么新奇的新品种。这就是湘菜的魔法吗？能让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鸡蛋都变得这么下饭，哇！只需动点小心思，就能把最朴素日常的食材变得让人欲罢不能。对于这样的湘式魔法，这家饭店的老板光脑壳表示，这操作我熟悉。长沙哥不就是关心关脑壳，就这样的就没头发，我就关脑壳了。哦。以前都是我们2口子炒菜，他为主，我为副，我就是他的徒弟，我就是他带出来的。对，我也把他带出来了呢。我这眼前花花绿绿的辣椒，简直不要太让我开胃。都是家常菜，现炒的这个味道也不赢你。而且我的头上已经快要冒汗了。3个人。要一个那个酸萝卜牛百叶，然后一个基围虾，啊，一个虾，还有一个牛百叶是吧？对。酸萝卜牛百叶是我们家的特色菜的。牛百叶，这个只有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才见，而且酸萝卜跟牛百叶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搭配？我也点一份尝尝。大牛肉啊。酸萝卜牛百叶可谓湘菜江湖中的扫地僧，看似平常，但吃起来分外过瘾。百叶想必各位老饕们都不陌生吧？它取自牛的第3个胃——半胃，
将处理好并切丝的牛百叶和酸萝卜大火翻炒。酸萝卜不是买的，是我教授的，我秘制配方呢。酸萝卜在坛子里面腌制2至3天，吸收味道，有清脆的口感。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火花四溅 ，buff 加成，口感直接再提升2个 level。即使再挑剔的味蕾，只要吃上几口酸萝卜牛百叶，也瞬间沉陷其中，不知不觉米饭再来一碗。完全停不下来了，感觉我嘴里就一直在嘎嘣嘎嘣嘎嘣，好愉悦的感觉。你吃进嘴里就是那种酸辣的口味，特别开胃，然后整体就是脆脆弹弹的。虽然它辣得我想哭，但是你根本停不下来，辣得你很爽，有一种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。求求了，原来这才是最美味的打开方式，能不能把酸萝卜跟牛百叶给我锁死？在广东是没有的，在长沙也真的好像也是第一次吃到，蛮特别的一个组合。酸爽开胃，超级香的，就很爽脆，一咬下去全部都切断的那种感觉，很爽。百叶跟脆萝卜这个搭配起来，简直是 YYDS 上的神器。萝卜还百叶，盲点都不踩雷 ，YYDS。自家门口家常菜馆里的独家菜谱，往往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心目中最正统的家乡味儿。一道道普通的家常小炒，也延续着湘菜江湖的传说。这田鸡应该是炸过的，它外边焦焦的。哦，这个吃起来跟我以前吃到的那种田鸡都不太一样。它这个是那种干香的，但是里边肉还是很嫩的，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种很劲道的感觉，有点像吃肉干，但比肉干更嫩更细。我秘制配方呢，光哥的大佬形象，外加光嫂的大嗓门儿，热辣的食物，喧嚣的时刻，也让这条小巷子成了美食聚集地。累了这么多年，10多年了呢，自己的夫妻都没有白费了。他肯定辛苦了，他反正回去就是休息了。这些快要被繁华都市遗忘的老旧街道，还保持着他们最原始的模样，默默记录着城市的变迁，也帮人们记住了来时的样子。你像所园边上都起了很多高楼，但是我没有想要走的意向，没有，就是我一直要在这个阵地上取回这里吃，我一直在做到底的。啊，他玩呀什么叫我都很支持他的，只要把身体养好。现在退出也没有回头路。不老去了20多年了啦，对不？也不能分离了，对吧？缺着口的印花瓷器盛着地道的长沙菜上桌时，焦香到锅气还未消失，扑鼻的香味儿已经让人垂涎3尺。独具生活气息的归属感和骨子里的长沙市景气，就藏在这一桌有故事的菜里。